2026年2月22号，米兰半管决赛，谷爱凌夺金。她把手从血管里伸出来的那一刻，全场沸腾了。红旗展开，手机的照相灯闪光，此起彼伏。人民日报的推送已经在路上了。才22岁，第3块奥运金牌。她趴在血管边沿，胸口起伏，对着摄像机在微笑。然后他去拍官方照片，掏出手机的时候看到了消息，那是他外婆去世的消息。他出现在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明显迟了很久，眼眶发红，声音平稳。他说，我来晚的原因是我刚刚得知我外婆去世了，她是我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今天这个视频是一个关于失去的故事，但在这个悲伤的时刻之前，我们还要谈一谈另外一种失去。上一集视频我们找到了一个消失的母亲颜庆欣，曾经掌管数亿资产的宗教帝国的账房女主。刘美贤在法律上的母亲，从美国所有主流媒体的这个报道当中被一键删除。那一把剪刀在美国叙事机器的手里头，一键删除的逻辑是叙事洁癖。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美国英雄的母亲，她的背景实在是太复杂了，所以她不适合存在于这样的故事里头。但今天我们看到还有另外一把剪刀，而这样一把剪刀切掉的是谷爱凌的父亲，而操持这把剪刀的手或许更多，故事或许会更复杂。上集的一把剪刀是流水线的作业，美国主流媒体叙事机器的标准工件，他们可以批量复制。而今天这一把不太一样，这是私人定制，出厂的地点是旧金山海牙区一套豪宅的客厅，它的持有者是一个我们接下来要好好认识的女主人。从2022年谷爱凌第一次夺金至今4年过去了，全中国最热门的运动员，数十亿次的搜索，30多个品牌的代言人，年收入超过2300万美金。但就在这样一场巨大的关注风暴里头，有一个人的名字从来没有出现过，他就是谷爱凌的父亲，传说当中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的美国人。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尝试去找找他。要找谷爱凌的父亲，我们必须要先认清楚他的母亲到底是谁，因为你只有搞清楚了古燕，你才会明白父亲的消失从一开始他就不是意外。古燕1970年出生于北京，他的家庭背景说实话说出来以后会让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感到有那么一点沉默。外公谷正光是住建部的首席电气工程师，外婆冯国珍是交通部的高级工程师。这一个家庭的体育基因同样不是普通的水准，外公踢足球、打冰球，外婆打篮球、跑步。据说两个人正是在滑冰场上相识的，而谷燕本人也是短道速滑专业训练出身。3代人的精英积累，在谷爱凌身上完成了一次集中的兑现。而谷燕她的学历和履历也堪称惊艳。我们按时间线来简单排一遍：北京大学的化学系本科，奥本大学分子生物学的硕士，洛克菲勒大学的实验室的研究员，斯坦福大学的 MBA。 毕业之后雷曼兄弟实习，然后是幸福银行做衍生品交易员，在这之后投身于风险投资。1998年我们看到中国科技信息采访过谷燕，文章里头他的一句话后来被中国的媒体反复引用，流传了好多年。华尔街日报称我是能够晃动地球的金融专家之一。就因为这句话，我还专门去查了这篇文章但是搜遍了华尔街日报的所有数字档案，没有找到原始的出处。看起来这个说法它只存在于1998年这样一篇采访的陈述里头。这么多年以来，中文的媒体不断在转载引述，但是没有一家能够回溯到原始的出处。
不过也可以理解，因为那个年代嘛，互联网刚刚兴起，没有谷歌，没有 Wayback Machine，质数就是最好的档案馆，因为你说了什么，别人就记录下来什么，很多时候其实也没有办法去核实。这个不重要吗？其实相当重要，因为古燕后来在中国做的事情，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自我叙述的基础之上的。1997年8月份，亚洲金融危机正在席卷整个东南亚，泰铢崩溃，香港金融保卫战正式打响，全球的资本都在逃离亚洲。但偏偏就在这个时间点上，古燕在北京成立了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叫做东方韦博，注册资金400万美金，总投资是800万美金，中外合资。他的外方合伙人是谁？是一个叫做史蒂芬·埃文斯·弗里克的人，是爱尔兰裔的 VC 大佬，剑桥大学的法律学位。他的履历放在任何一个 VC 的名册里头，都算是非常硬核的一个人物，因为他参与过基因泰克的 IPO， 他做过安进的早期投资，而且在数进公司的这样一笔退出交易里头，公司以 7.2 亿美刀卖给了辉瑞。所以这一位在生物医药 VC 领域有实打实战绩，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而中方的合伙人叫做北京百福国际集团，我去天眼查过这家公司，也包括企查企信宝，但所有的查询结果都是查无此公司，3个平台并没有相关的记录。或许因为是非常早期的公司，我们现有的查询系统可能会有一些疏漏，不如换一个角度。东方韦博成立了5年，他有800万的美金进了中国，他具体投了哪些公司呢？我想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我查阅了所有中文商业数据库、新闻档案、历史报道，基本上找不到东方韦博投过任何一家公司的任何记录。那这件事情就有点反常了。可以拿同期的 IDG 资本做一个对比。IDG 1993年带着2000万美金进入中国，你可以去搜 IDG， 可以很轻易的找到他们的投资的记录，包括有搜狐、百度、腾讯、携程，有报道、有公告、有创始人的回忆录。哪怕 IDG 当年投过一些比较失败的、最后倒闭的公司，而这些公司本身他们都有工商记录在册。而至于东方韦博呢，这样的公司一家我都找不到，800万美金5年时间基本上是零投资记录。这就好比是一家餐厅，你开在北京最好的地段，营业了5年时间，然后关门了，但是谷歌地图跟大众点评都没有任何评论，工商局也查不到任何营业记录，美食博主从来没有打过卡，就连一条投诉都没有。那这样一家餐厅，说实话太过于干净了，让人不禁联想到这800万美刀到底做了什么。2002年，东方韦博营业执照被吊销，也没有正式的清算记录。而2022年谷爱凌夺金之后，36氪曾经做过一篇深度报道，里面有一句话非常克制，但也耐人寻味，意味深长。大约2000年后，古燕似乎从投资市场淡出，在 VC、PE 市场几乎没有公开可查的案例。而更诡异的是，我发觉到的另外一些细节。我去找了史蒂芬他所有的英文公开的传记，他的个人网站、彭博简介，他后来创立的奥文医疗的官方简介，没有一个地方他曾经提到过东方韦博这家公司，没有一个地方曾经提到他和古燕的这样一段中国合作的往事。一个以 7.2 亿美金的退出交易作为职业生涯高光时刻的 VC 大佬，为什么要把一段在北京的800万美元的投资从自己的简历里头彻底抹除掉呢？更何况这位前合伙人现在还有一个名动天下的明星女儿。坦白说，这样一种状态在风投行业非常不同寻常。但我自己并没有答案，我只能够说800万美元进了中国，没有留下任何可查的投资痕迹，它到底去了哪儿，只能够留待各位自己来判断。我也只能够说，这样一种早期的信息灰度的操作，为后来古燕
他在为女儿搭建的这个商业帝国当中展现出来的高超的风险隔离与叙事管控的能力，提供了一个实验室的基础。不过还有更加诡异的事情在后面。旧金山县法院的公开记录里头有一条档案，当事人叫做燕谷，名字在前面，姓氏在后面，这是华裔美国人在公共文书里头比较常见的这个名字的顺序翻转的写法，也就是古燕两个字换了一个排列顺序。旧金山县2010年6月份大通银行起诉追讨信用卡债务11239刀，2个月之后缺席判决。看起来古燕他并没有出庭，应该是懒得去应诉。燕谷在加州应该不止一个人，我想有至少49条匹配的记录，但是本案当中的这个地点、名字顺序、时间节点全部吻合，因为就在同一年的11月份，有一条房产记录确凿无疑，买家叫燕谷，地址是旧金山海牙区正市古燕已知的家庭住址，成交价是184万2500刀。一边是欠着银行12000美元的信用卡账单，连法庭都懒得去应诉，但另外一边在同一年用将近200万美元的现金买下一套豪宅。2011年10月份，花旗银行又起诉了另外一张信用卡。说实话，当我把这一些法庭的记录跟房产的交易并列在一块儿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极其强烈的违和感。因为如果你打算买房的话，一般你不会让一张信用卡的欠款额度砸掉自己的信用评分。那如果你真的手头紧欠着银行钱，那为什么几个月以后能够拿出将近200万美元的现金去买房呢？这个地方我不做任何法律或者道德的审判，因为没有更多的详情，但我只想向各位展示一种极致的风险隔离的能力。抽离一点来说，因为这样一种行为模式在逻辑上它不符合我们普罗大众的中产阶级的财务逻辑，高度符合风险隔离型富豪的一个行为特征。应该公平的说，谷爱凌的妈妈是非常聪明的，她深谙如何利用规则的盲区隐藏不必要的信息，然后放大有价值的资产跟投资。这样一种不对称的财务生存的能力，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后来的这个商业运作当中，古燕能够非常精准的在中国叙事的需要，也就是爱国偶像，与美国的商业利益，也就是全球品牌代言之间，非常精准的划出一条不留痕迹的防火墙。所以当我们把这种风险隔离的操盘手法从华尔街跟旧金山的法院平移到他女儿的公众形象管理上的时候，你也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个可能会带来政治风险的父亲必须要被彻底清零。在分享我接下来的发现之前，要先给大家看一看我在调研过程当中走过的一些弯路。那第一个弯路就是有一个古燕的坐牢的传闻，网上有传言说古燕在1990年代诈骗了一名英国贵族大概400万美元，因此被判了5年监禁。那这个传言之所以会让很多人多看上那么一眼，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些细节跟已知的事实是能够对得上的。比如说古燕他确实是与英国的精英有商业往来，我们刚才讲了有这么一位剑桥背景的 VC 大佬，而且400万美金的注册资金，800万美元的投资金额确实有迹可查。但是经过认真核查之后，我发现这条线索并不可靠，结论就是证据不充分。原因有3个，第一个就是这个传言来自于匿名的中文论坛的帖子，没有什么法案的这个暗号，也没有司法管辖区，没有任何可以核查的非常具体的信息。第二个就是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这个时间线是对不上的，因为1990年代古燕的履历是连续可验证的，我找不到一个可以持续5年时间的空窗期。第3点，我猜测搞不好是因为他们把这个古燕跟另外一个古字开头的女人混在了一块儿，因为那一位才是真正涉及到了英国人金钱然后监禁的一系列的传说。
所以这条路基本上是没有走通，必须要放弃。而第二条弯路涉及到一个非常具体的人，他的名字叫做雷希德里，他是谷歌的第3号或者是第5号的员工，哈佛大学数学的背景加 MIT 的博士。他凭借谷歌早期的股权累积了非常惊人的财富，是一位硅谷精英人士。这位美国人他和古燕有公开的交往记录，也有合影照片。2017年腾讯体育的一篇文章里头，谷爱凌她也提到过，我4岁的时候跟妈妈的这位朋友一起滑雪。而这位的背景，哈佛大学毕业美国人，和媒体对于谷父的这个零星描述是高度吻合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谷爱凌夺金的第2天，这位雷他在 Facebook 上面发了一张他与年幼的谷爱凌的合照，这样一张照片立刻在全网瞬间就炸开了锅。3天之后，他本人发表辟谣声明，大意是他和古燕确实交往过那么几年，但他第一次认识古燕是在谷爱凌已经出生之后的某个时间点。就这样，全球历时3天的侦探游戏被他自己一句话就给剪断了。一个哈佛大学数学系的背景加 MIT 博士的硅谷亿万富翁，因为在错误的时间点发了一张合照，被全网塞进了谷爱凌生父这个不属于他的位置，待了3天，然后自己发表声明来辟谣，把自己从这出戏里头请了出去。所以这样一条路也不通。第3条路或许才是最关键的路。美国的出生证明，尤其是在加州，是公开记录的一部分，任何人只要愿意花$29都可以申请一份信息的副本，里面会包括父亲的姓名。$29而已。但是4年过去了，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在谷爱凌的出生证明里头找到父亲的名字。为什么呢？我们不能够排除这个可能性，就是出生证明上父亲一栏留着空白，很大概率是因为有可能谷爱凌是非婚生子，也许是一段感情破裂，对方拒绝承认亲子关系。而且加州法律规定，如果父母未婚并且没有签署亲子关系的声明，那父亲这一栏的确可以合法的留为空白。这个在美国是日常到不能够再日常的事情，所以出生证明上如果父亲一栏空白，这件事情本身有可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而且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人在猜测，会不会这只是一次高端精子库的匿名捐赠而已呢？的确加州的精子库里头可以买到哈佛大学毕业、热爱滑雪的美国白人的基因。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从一开始就没有所谓的法律意义上的生父。有一个细节值得跟上一集简单对照一下，在上一集视频里面用的是同一个州的法律框架，加州的代孕法律规定，父母身份由婚姻关系而不是由血缘关系来决定，匿名的捐卵者在法律上是自动隐形的，出生证明上不会有这个人的名字。所以在刘美贤的这个案例当中，她的生物学母亲是不会在她的出生证明上的。而本集视频呢，谷爱凌的母亲谷燕如果真的是使用精子库的话，那加州同样有非常完整的匿名捐精人的保护机制，捐精者在法律上可以不存在。同一个州，同一套法律的逻辑，只不过消失的这个人变成的是父亲。但是这样一个假设其实没有办法解释谷燕这样一种如临大敌的主动防御的姿态。匿名捐精在硅谷的精英圈是一件极度稀松平常的事情，捐精者的隐私由机构跟法律自动保护，所以根本不需要谷燕费尽心思在自家客厅里头按着西方顶级记者的头，强迫他们去审查每一行稿件。这样一种级别的严防死守，这样一种对不可控变量的极度恐惧，往往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就是这个人他在现实世界当中是真实存在的，他有嘴，有推特账号，有政治立场，并且随时有可能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当然这并不是艾森的定论，只不过是推演，只不过是一幅侧写。一个匿名的精子捐赠者不会让接受捐赠的一方，比如说谷燕如此恐惧这件事情。
而真正让人敬畏的不是这个空白，不是父亲这一栏的空白是如何产生的，而是古燕如何利用了这个空白。有可能他很早就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了，在一个需要完美造神的时代，有那么一个语焉不详的哈佛大学的美国父亲，比一个真实存在、会发推特、有政治立场，搞不好会犯一些非常愚蠢错误的真实的美国男人要安全得多。尤其是既然决定了要让谷爱凌代表中国来参赛的话，父亲的隐形最初可能只是一段私人感情的一个结局，但最终演变成了古燕营造的商业帝国里头最坚固的防火墙。问题反而不在于说为什么父亲一栏是空白，而是为什么要让它保持空白。在1843杂志，也就是经济学人周刊旗下的一个深度报道的刊物，这个杂志曾经派遣驻华记者布鲁克拉尔默对谷爱凌做过一次穷尽式的调查报道。拉尔默走遍了所有能够查询的公共记录，最后在报道里头写下这么一句话：谷爱凌父亲的名字似乎并没有出现在任何公共记录中。在高度数字化的美国，让一个人的名字持续隐形，说实话不那么容易，需要主动的持续的维护。这也就是我最开始撰写这2集视频时候的初衷。最初的假设是像刘美贤一样，谷爱凌她肯定一定是在某一个采访当中提过自己的亲生父亲，那这些信息可能是被 CCP 的审查系统给删除了，才导致互联网只剩下一片空白。这个假设符合一般人的常识，但为了验证这个假设，我做了一下事实核查。我翻阅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ESPN， 还有美国的一些其他体育媒体所有存档的关于谷爱凌的深度访谈，结论就是谷爱凌她几乎从来没有在任何英文深度报道当中主动提及父亲。在极少数谈到家庭的场合当中，他叙述的焦点全部都在母亲跟外祖母身上。维基百科英文版关于谷爱凌的父亲，他也只有一句话：他的父亲是美国人，仅此而已。所以这个核查结果让我停下来重新想了一下这个逻辑。如果您看过上一集视频讲述刘美贤的妈妈，会和我有同样一个困惑：既然大家都是在美国，同样是在加州，为什么刘美贤的妈妈严庆欣我们可以这么容易找到，并且非常确定就是她，而谷爱凌的父亲却好像是从另外一个时空、另外一个平行宇宙穿越过来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他的一丝一毫的痕迹，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呢？但其实这2种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消失。严庆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他来到美国，他要走移民的手续，他和刘美贤的父亲刘俊国来结婚，有婚姻记录，而作为刘美贤的法定监护人，他在美国的法律文件里头必须要留下名字。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上一集视频当中讲到，他前后涉及到40多桩的司法诉讼，所有这些制度性的痕迹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是美国的主流媒体选择性的刻意不提它，把它从这些叙事里头手动删掉了。但即便如此，记录还在这个地方，只要你去查就一定能够找得到。但谷爱凌父亲的情况正好相反，他从来没有与谷燕结过婚，没有婚姻记录，我们猜测他没有签署过亲子关系的声明，所以出生证明父亲这一栏是空白的。他从来没有涉及任何与谷爱凌相关的法律程序，没有法庭的记录，他本来就是美国公民，没有移民档案。换句话说，他的存在从来没有在任何制度的层面留下与谷爱凌相关的痕迹，所以他不是被人为删除了，而是根本就没有产生过。所以上一集那一把剪刀是媒体用来剪已经存在的到处都有的记录，而本集视频谷燕手里头这把剪刀，它剪的是记录产生之前的东西。如果是中国单方面做一些国家审查，
他在刻意删除父亲的信息。那么为什么英文的平台、英文的维基百科美国媒体所有这些资料当中，同样也找不到谷爱凌父亲的信息呢？所以 CCP 主动进行信息审查这个假设是说不通的。看起来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关于谷爱凌父亲的信息不是在传播过程当中被刻意删除、被剪掉，它从源头就没有释放过。而从源头被掐断这种假设说起来容易，但在美国这样一个媒体极度发达的国家，具体是怎么样操作的呢？这里就必须要说到一个细节。我们刚才讲到1843杂志对谷爱凌做深度报道，对不对？记者就联系了古燕谈这个采访的安排。古燕提出了2个先决条件，第一个就是文章发表之前，他必须要看到全文，并且有权做全文审核。第二点是文章当中绝对不能够出现任何对于中国政府的批判。古燕的理由是，如果出现了对于中国政府的这个批评，会把女儿置于危险之中，会摧毁他在中国已经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商业版图。我们暂时停顿一下，让这件事情落地。全世界最严格的新闻审查，它不是来自于中国的国家广电总局，也不是来自于媒体的商业自觉，它竟然是来自于旧金山海牙区的豪宅里头。当然不难理解父亲是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的美国人，这个事实跟谷爱凌是中国的孩子，他选择回归祖国、报效祖国的这个叙事框架是不兼容、是矛盾的。所以父亲的消失的确对于这样一套叙事是有利的。但这个细节其实也解释了很多事情，它解释了为什么我经过跨语言的核查之后，父亲的信息在中文跟英文两边同样都是空白，因为管控信息的这把剪刀在进入任何国家级的宣传机器之前，就已经把相关的信息全都剪掉了。某种程度上，这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共振，就是几个完全不同的行为体各自在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但却在同一件事情上不约而同选择了沉默，选择了剪切。古燕的商业帝国它需要做风险管控，中国的官方叙事同样也需要一个更加纯净的故事。复杂本身对于一个好的故事来说是一个累赘，所以大家其实各取所需，没有人真的关心这个29美刀或许就能够得到的真相。这个逻辑，这个叙事洁癖，其实中美两端是一模一样的。中国的叙事机器它不需要谷爱凌的父亲，因为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的美国人是血脉回归故事里头的杂志。美国的叙事机器不需要刘美贤的母亲，因为它涉及到的这个宗教这个丑闻太复杂，会让美国梦的故事不那么干净。2把剪刀，一把在东方，一把在西方，剪的都是同一样东西，让故事变得不纯洁、不纯净的这种杂志。刘美贤的母亲跟谷爱凌的父亲不是因为不重要，而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这件事情本身会让两边的故事都变得不那么纯粹，而复杂是完美叙事的毒药。一旦谷爱凌的故事里头被塞进了说不清楚的 VC 投资、生父的背景，或者是大家不喜欢的政治倾向，不单指公众的情绪和好奇心会被带歪掉，最关键的是什么？是几千万美金的商业帝国会因此遭受重创。而作为谷爱凌商业帝国的总操盘手，古燕他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我们也必须要说清楚一件事情，谷爱凌本人他并不是被动的受害者。2022年他在镜头说过的那句话，就是我在中国的时候是中国人，在美国的时候就是美国人。这个不是一句非常天真的外交辞令，而是一句极其精密的商业策略的声明。2个不同的市场，2套不同的身份，2个收入现金流是同一个人，毋庸讳言，灵活的国际模式为谷爱凌带来了巨大的商业红利。在中国这一侧，国籍法第8条明文规定，中国公民取得外国国籍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但是截止2026年，
美国国税局每一个季度公布的放弃国籍者名单里头，并没有发现谷爱凌的名字。那这样一份名单的来源是美国国务院只覆盖净资产过线的高净值人士，在美国领事馆走过退籍手续，净资产超过200万美元的人士才会出现在这个名单上。如果谷爱凌她在出道之初就办好了手续，那个时候她或许只是一名无名少女，未必会在这个清单里头留下痕迹。即便后来她年入2000万，但按照法律她也不需要重新登记，所以放弃国籍名单这个东西对于谷爱凌的国籍问题没有什么帮助，既不能够证明什么，也不能够排除什么。坊间猜测谷爱凌很大概率上仍然拥有美国护照，只不过中国的媒体对此集体保持沉默。但与此同时，他随口提了一句 VPN 在苹果商店是免费下载的，这一句话引起的相关的非常激烈的讨论，在中国范围内被全面删除了。而北京市体育局一份显示为他拨付4000万训练经费的文件，在引发了全网热议、引发争议之后，也从政务网站上消失了。而在美国这一侧，现任副总统万斯公开施压，他的意思就是你在美国出生，你在美国受教育，你当然应该代表美国去参加奥林匹克。而谷爱凌的回应轻巧当中带有那么一点反讽，我受宠若惊，谢谢你接低，真体贴。前 NBA 球员他更加直接，更加简单粗暴，他就是个叛徒。2022年前共和党的参选人黑利也曾经拿谷爱凌开涮，他说你要么是美国人，要么是中国人。朋友们，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啊，不论是万斯 NBA 球员还是黑利，所有这些人他们没有一个在跟谷爱凌对话，他们其实是对着谷爱凌这个符号为他自己的受众讲话，没有一个人真的关心谷爱凌你为什么会代表中国，你在想什么，你是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没有人真的关心他怎么想，没有人真的关心这个现象背后代表什么。这个就是美国版的叙事剪刀，它首先把你变成是一个你自己未必认同的符号，然后把这个符号变成是一个靶标，虚空开火。而所有真实的代价其实都由谷爱凌一个人扛下来。2026年2月份，谷爱凌在《纽约时报》旗下的体育网站的采访当中说出了这些话，她在街上被人身攻击，不得不叫警察，然后收到死亡的威胁，连宿舍都被盗了，有人发起联署请愿，试图阻止她入读斯坦福大学。谷爱凌说，感觉自己就好像是美国政治的一个沙包跟出气筒。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方面删除过他说的话，美国方面骂他是叛徒，现实当中还面临人身伤害的威胁。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所谓的2把剪刀并非只是一个完全抽象的叙事比喻，而是具有物理杀伤力的真实存在的社会暴力。而他的父亲依然是那个破坏这套运算的最初变量，父亲的隐形是母亲谷燕的设计，但是代价是由女儿谷爱凌在承受。所以现在朋友们，我们可以把刘美贤跟谷爱凌的故事放在一块儿看。刘美贤的这个案例当中，她的父亲太高调了，成了冷战的人肉符号，法定的母亲严庆欣从所有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里面被一键删除掉了。而在谷爱凌的故事里头，母亲谷燕被推到了最前台，成了虎妈叙事的核心，而她的生父从中英文所有公共记录里头彻底隐形。这两位在国际赛场上代表不同的国家夺取奥运金牌的最优秀的华裔女性，一个缺少了母亲，一个缺少了父亲，两个故事的深处各有一场车祸。2006年亚利桑那荒漠里头的这场车祸终结了一个中共帝国，而2002年加州的这样一场车祸写进了一个女孩的名字。2把剪刀性质不同，
在叙事洁癖的逻辑里头，颜庆兴太过复杂了，他会让这个完美的美国梦和美国英雄的故事变得不那么干净，所以它不应该存在。而切掉谷爱凌父亲的这把剪刀是另外一种结构，古燕他自己动手，从商业风险管理的角度封锁了信息的源头，这样一种做法恰恰好契合了血脉回归的官方叙事的需求。但是我常常会在想，那个生活在世界某处真实存在的哈佛大学的美国父亲，他到底会在什么情况底下，以什么样的方式重新出现呢？我不知道答案，我只知道这个变量它依然存在。然后时间来到2026年2月22号，谷爱凌她在米兰赢得了半管赛的金牌，赢完之后她去拍照，掏出手机看到了外婆去世的消息。外婆名叫冯国珍，是交通部的高级工程师，86岁的时候还在每一天跑步，是她教会了谷爱凌背99乘法表，在跑步比赛的拐角处举着牌子高喊爱凌 No.1。 家人是故意等到比赛结束才通知谷爱凌，所以等她出现在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迟了很久，眼眶发红。她说，我没有向她承诺我会赢，但是我承诺过我会勇敢，就好像她一生都是勇敢的。还有最后一件事情，谷爱凌的名字里头有一个凌字，这个凌不是随便取的。古燕有一个妹妹叫古玲，2002年11月8日，古玲在一场宝马车祸里去世，加州法院有记录，档案编号 H027808。9个月零26天之后，谷爱凌出生了。她的名字里头藏着一个她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姨妈。刘美贤20岁，谷爱凌22岁。这两位最优秀的华裔女性，她们都拥有最顶级的身体天赋、最耀眼的金牌、最庞大的关注的声量。但在中美这两台轰隆作响的庞大叙事机器面前，她们依然只是素材，只是符号，是被剪刀修剪过的完美的盆景。古燕的剪刀剪裁掉了父亲，美国媒体的剪刀剪裁掉了母亲的角色，国家拿走了金牌，网民拿走了狂欢，政客拿走了选票。这样一条权力链条的末端，扛着所有重量的是年轻的华裔女孩。那张没有填写父亲名字的出生证明还躺在加州某个冰冷的档案室里头。那个在世界某处真实存在的父亲还在继续保持沉默。一个没有见过面的姨妈，她就活在谷爱凌自己的名字里头。而一个活生生的父亲不存在于任何公开记录里。米兰的雪太冷了，喧嚣过后留在那里的只是一个刚刚失去外婆的22岁的女孩。我是艾森，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谢谢大家。